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全身望诊治望姿态。望态又指望姿态，是观察病人的动静姿态和肢体的体位变化和异常动作来诊查病情的方法。为什么望姿态可以诊病呢？首先，因为人体的动静姿态与机体的阴阳盛衰和病性的寒热虚实关系密切。比如，躁动不安的人，通常机体功能比较亢进，这种人患病常常多见于阳症、热症和实症。而喜静懒动的人，通常机体功能比较衰退，这也就是那种容易宅在家里面的人。这种人患病常见于阴症、寒症和虚症。另外，人体的肢体活动受到心神支配，与经脉及筋骨、肌肉的状况密切相关。所以，望人的姿态变化不仅可以反映我们人体的阴阳盛衰和病情的寒热虚实，也可以反映心神和经脉、筋骨以及肌肉的病变。望姿态主要有3个内容，即望动静姿态、望疲惫姿态和望异常的动作。望姿态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望动静姿态。动静姿态诊断要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2张图。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病人喜动，动作比较僵硬，喜阳喜生，他的病变通常是属于阳症、热症和实症。而这个病人他喜静，动作比较柔弱，喜浮喜屈，他的病变一般是属于阴症、寒症和虚症。下面我们学习一下动静姿态中强迫体位。强迫体位有2种，第一种是但坐不卧，病人只能坐着或者是半坐位，不能平躺，如果平躺着会发生气力。通常但坐不卧见于肺胀或者是胸水、腹水的病人。我们这里用3张图片来说明一下。第一张是端坐呼吸，这是肺水肿临终前的一个表现。第2张是肺胀的病人，他只能采取一个高枕的半卧位。第3张是腹水的病人，也只能采取坐位。这3种病人都只能采取坐位或者是半坐位，如果平躺着，他们就会觉得呼吸困难，这是一种强迫体位，病情比较重。第2种强迫体位是但卧不坐，病人坐则眩晕。这个病人是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气血大亏，或者是脱血夺气的病人，他只能躺着，不能够坐起来，这也是一种强迫体位。动静姿态中，我们还要注意一种特殊姿态，就是在生活中常有保护的动作，中医称为护触必痛。比如护着头，常是出现了头痛；护着牙是牙痛；护着胸是胸痛。胸中有心和肺，所以胸痛可能与肺的病变和心的病变有关。护着胃通常是胃痛，护着腹部通常是腹痛。所以特殊姿态的意义是护触必痛，我们要注意跟望诊结合起来。望姿态的第2个内容就是望疲惫姿态。疲惫姿态通常代表了5脏6腑的精气虚衰、功能低下的表现，通常属于病重的病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他的精神衰惫，面色萎黄、晦暗，喘、咳、短气不得卧，头部无力的抬举。这个病人多为久病伤肾、元气衰惫的一个表现，通常病情比较重。望姿态的第3个内容就是望异常动作。比如这个病人颈项降直，两目上视，四肢抽搐，脚弓反张，通常见于刚风内动的病人。这个病人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角歪斜，半身不遂，通常见于中风病。左边这张图是一个年轻人，他只有口眼歪斜，并没有半身不遂，
病情是比较轻的。而右边这张图是一个老年人，他是有昏倒的病史，苏醒后有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病情比较重。这两种情况都是属于中风，不过左边的中风病情比较轻，为重经络；右边的老人中风病情比较重，为重脏腑。下面这两张图中的病人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涎沫，四肢抽搐，醒后如常。这可见于癫痫病的病人，中医称为痫病。这张图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小孩，他的肢体软弱，行动不便，通常见于痿病。这张图表现为关节挛急，取身不利，通常见于痹病，也就是关节炎的病人。这个小孩手足伸曲而流转，挤眉弄眼，努嘴伸舌，状似舞蹈，不能自制。这是儿童的手舞足蹈症，是由于气血不足、风湿内侵所导致的病变。以上是我们学习全身望诊之望态的内容。现在我们已经将全身望诊的望神、望色、望形体和望姿态全部讲述完毕。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局部望诊的内容。本节课就讲到这里。